悉尼 COVID-19 lockdown 嘛，就是封城嘛，所以只能在家待着，又不能出去拍照，所以我只能说一说相机。这个呢，就是福伦达的 Voigtlander 的那个 Bessa One， 一般人都喜欢要 Bessa Two， 但是我不喜欢，因为 Bessa Two 正面看有2个孔，看上去特别丑。原因就是这个 Percue One、Percue Two 区别就是在这地方。我不是认为这个是没必要的，只要它那个镜头好和那个 Super Compo 还有那个 Color Scooper 镜头就可以。同样道理，我觉得没有必要有那个 Bessa Two， 我就 Bessa One 我更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已经有了 Color Scooper 的镜头了，那我何必还要那个鸡肋的那个功能呢？对吧？这个是 Pronto S， 没有的 Synchronous Comp 那么快，但是它也达到了250%，而 Pronto 系列你可以自拍，这是可以自拍的。它呢，基本上就是和Percue One 是几乎是一样的。Bessa 呢，这个系列呢，它可以拍6:9，个头比较大。你打开后盖呢，你可以看这个不是6:6，不是方形的，这是中画幅能够拍的最大的画幅120胶卷。它还有一个 Adapt 更小，叫4:5的那个，你要用从这个窗口看，然后你6:9你要从这个窗口看那个计数器。6厘米乘9厘米最大的中画幅。这个120胶卷呢，这个6:6呢，你就能拍12张。6:9的这个画幅，最大这个画幅来拍，你只能拍8张。你看这个对比图，幅面要比那个6:6的还要大这么多，效果还有那个成像质量更加提高了。当然，离那个的最小大画幅4:5那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已经非常大了，在胶卷里头已经算是最大的了。而且你要拍大画幅，那要比这要大多了，那你的便携性就完全失去了，已经没有多少剩余的拍摄乐趣了。它不是2个压片，它在这儿你这样往前上一推，它就关上了。开这个前盖的，它的按钮是在上面，不是在下面，就是跟这儿的不同。帮助相机立起来的是在前面，把它立在桌子上，这个就可以当成一个支架。Percue 呢，它的支架是在这儿。Percue 的6:6不需要这样立着，因为6:6是正方形，你这样立和这样立也没区别，这样就可以立，就可以拍一个 Portrait 6:9。拍135胶卷是4:3的那个照片嘛，你没得选。在电子相机上，你可以选16:9。后来呢，相机它的比例是3:2，后来就喜欢上3:2。后来我就接触到这个中画幅6:9，明白出来为啥有个3:2这样的一个比例。6:9就是3:2啊。现在我一般用电子照相机，如果那个电子照相机它有3:2的那个比例的照片，我一般都选那个3:2。比如说我 Sigma FPL 它就有3:2，我一般都是会用3:2。另外，这个 Bessa One 这个箭头该进片了，它不是指向你，而是指向旋转钮。旋转了以后进了片以后，这个呢又指向前了，现在可以拍照了。这个唯一的区别。而这个 Percue 它这个只是进片是指向你，就是说你要进片了。它这个取景窗呢，一般你在拍摄1米之外的呢，你就用这个取景窗，就用无穷远模式。它还有一个模式呢，就是1米模式。这个物体是在1米之内的，你这个取景窗它有个调整，因为离得太近了，它在跟镜头的那个关系就有点改变，所以它的取景窗上下它也应该有一个小幅度的调整，所以你要记着调整。你拍一般都会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就是它这个镜头，它是 Color Scooper， 但它的镜头焦距是105米的。105米的虽然是105米，但是跟那个80毫米的 Percue 呢，其实它那个拍摄视角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6:6的。就是6厘米6厘米的，这个是6厘米9厘米的，但是你这个幅面变大，所以说你的那个视角，你那个焦距应该变大，所以但是你拍摄视角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的。另外呢，这个 Bessa One 呢，你会听到它是有这个响声，有的人觉得是坏，其实它没坏，这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你把这个镜头后面这个盖打开的话，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正常，这不是坏，这个它不是松也不是坏，所以这个声音是正常的，所以没坏。装胶卷呢，跟那个是 Percue One 是完全一样，就特别简单，就把胶卷放到这儿，然后把这个
这个拉出来，旋转一个20度的角度，它就停在这个升起的位置了。这个就可以拉出来了。拉出来以后，你这个舌头就可以插在这个最长的长缝里头，它有个褶子可以卡住，就把这升起来，再升来，然后把这个放回去，再把这旋回来，再压下去。旋转这2个黑白箭头上下的出现在这个地方，立刻关上。一关机，不是再关上后盖，关上后盖，然后再接着旋转，你也先打开这个，你看着这个一直旋转到1，然后就为止，然后再关上你就可以拍照。拍完照的话，你要记得进片，因为它提醒你进片，你就要打开，然后就进，一看一直从1进到2，然后再关上。其实我用那个 Percue 在照相的时候，我就一直打开的，我省的那个我看来看去，开来开去，我都一直不关，因为它是红色的嘛。因为洗胶卷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红色？红色的话，基本上不能严格上说不能算是漏光，所以说它没有多大问题。你就进片，你就看着一直往前进就可以了。然后这个 Voigtlander 它的这个 Viewfinder 原厂的 Viewfinder， 其实我买的是跟这个一起来的。然后你在这儿测距，你就可以测距，这个是英尺的，但是我这个刻度呢是米的，我这个是米的，所以你要乘3呀。所以说你测了一个，比如说6英尺你要乘3变成18再退一个小数点就变成1.8米，乘个3就行了。最后有一点呢，我觉得很奇怪，这个 Bussy One 的这个取景窗里头呢，你要是看呢，好像有几个灰尘，这是很奇怪的。因为那个 Percue 你知道吗？ Percue 还有 Percue One、Percue Two、Percue 那个系列，它的取景窗里头它是一个密闭空间，它那个整个玻璃，它那个枪是一个密闭空间，是不可能有那个灰尘进去的。所以说你不管50年还有那么多年过去了，里头一个灰尘都没有。但这个 Bussy 里头好像是有灰尘的，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个难道它不一样吗？它这个取景窗这个结构里头难道不是密闭的吗？